為什麼宇宙中只有地球有土？如果我告訴你，整個可觀測宇宙足足930億光年的範圍內，人類目前確認的真正能養活生命的土壤，只有咱們地球有，估計你肯定要槓我。不對啊，月球有腳印，火星有漫天紅土，怎麼就不算土了？說實話，還真不算，而且這不是我說的，是 NASA 官方蓋章的結論。今天我們就來聊聊，為啥宇宙遍地是石頭，卻只有地球長出了真正的泥土。首先，咱們先糾正一個全網最大的誤区，大家嘴裡的月壤根本不是土。月球上那層灰沒有半點有機質，跟生命半毛錢關係都沒有。它就是幾十億年裡，微隕石不停砸，太陽風不停吹，宇宙射線不停打磨，硬生生把月球岩石砸成了带玻璃碎屑的锋利石头粉。说白了，月壤就是被宇宙暴打几十億年的碎石渣，是死的。那火星的紅土總該是真土了吧？我告訴你，還是不算。別看火星有大氣有風，遠古時期還有河流湖泊，看着跟地球很像，但 NASA 從來沒叫它火星土壤，官方名字特別嚴謹，叫瑞高雷斯風化層。大白話就是破碎的岩石、沙子、灰塵混在一起的混合物而已。而且火星表层遍布高氯酸鹽，自帶毒性，絕大多数生命根本活不了。所以你發現沒，月球、火星都有土狀的粉末，但它們缺了最關鍵的一樣東西——生命的氣息。沒有生命參與改造，沒有有機質沉澱，再細的石頭粉永遠成不了真土壤。那問題來了，為什麼地球的土才叫土？它到底特殊在哪兒呢？這麼說吧，土壤從來不是磨碎的石頭，它是地球幾十億年慢慢養出來的活物。敲重點，是活物。科學上真正的土壤必須同時集齊4樣東西：礦物、有機質、水、空氣。說白了，它是岩石圈、大气圈、水圈、生物圈4大圈層聯手合作的終極產物，少一個都不行。其實最開始呢，地球也全是光禿禿的岩石，根本沒有土。白天暴曬，晚上驟冷，岩石熱脹冷縮，裂開縫隙，雨水灌進去，結冰膨脹，把石頭越撐越碎。再經過河流、冰川、大風常年打磨，巨石變碎石，碎石變細沙，最後變成細膩的粘土。但到這一步，它依然只是一堆死原料，哪怕你把整座山磨成面粉，澆上水，它也自己長不出一根草。真正讓石頭变成土壤的是生命的降臨。最早的時候，藻類、地衣、苔藓這些拓荒生命率先爬上光秃秃的岩石，它們分泌物質加速岩石風化，死後的殘骸變成了地球第一份有機質。冰冷的石頭第一次擁有了生命的痕跡。然後是 4.7 億年前，陆生植物開始大面積蔓延。它們的根系鑽進岩石縫隙，撐開岩層，輸送養分和碳元素。這裡有個一般人不知道的真相，不是土地長出了森林，是森林一邊生長，一邊親手造出了土地。再後來，落葉、枯枝、動物的屍體和排泄物不斷回歸大地。細菌、真菌負責分解腐化，蚯蚓、小蟲幫忙鬆土，搬運養分。慢慢的，鬆散的石頭粉形成了能透氣、能蓄水、能循環養分的团粒結構，這才是真正的土壤。現在請你蹲下來抓一把泥土，你可別小看這一把黑泥，一勺健康的土壤裡微生物的數量比全世界所有人加起來還要多。肉眼看是泥土，顯微鏡下就是一座熱鬧非凡的地下生命王國。更神奇的是，土壤還有年輪。你把土层縱向切開，像千層蛋糕一樣层层分明。頂層是落葉腐殖質，中層是肥沃表土，下層是礦物沉澱，最底層是正在風化的岩石。每一層泥土都記錄着地球千萬年的風雨、植被、火災，甚至人類農耕的痕跡。土壤就是地球會呼吸的皮膚，也是一本寫了幾十億年的生命檔案。到這裡，估計你已經懂了。為什麼宇宙無數星球都造不出第二片地球土壤？因為碾碎石頭太簡單了，小行星撞一撞，溫差裂一裂，幾十億年就能鋪滿整顆星球。難的是什麼？是長期穩定的液態水、流動的大氣、生生不息的生命，還有數十億年安穩演化的時間。
月球沒水沒大氣，金星是高溫煉獄，現在的火星寒冷荒蕪。那些有地下海洋的星球，又沒有合適的地表環境，讓岩石、水、空氣和生命相遇共生。所以說，宇宙從來不缺石頭，缺的是一套能讓石头活過來的生態系統。可能還有人会問，2022年科學家不是用月壤種出植物了嗎？我跟你說，這恰恰證明了月壤有多不合格。當時的擬南芥雖然勉強發芽，但長得又慢又小，全程處於應激狀態，基因都在瘋狂報警。而且大家別忘了，實驗裡的水、空氣、光照、養分、微生物全是地球提供的。月壤從頭到尾只當了一個固定植物的空架子，這就好比把人關進空倉庫，外界天天送飯送水，人能活下來，但倉庫永遠變不成家園，對吧？另外，火星救援裡馬特·達蒙在火星種土豆也是一個道理。他根本不是利用火星本土環境，而是把地球的水、空气、有机质、微生物硬生生搬到火星，拼出了一小塊微型地球生態。他不是在種火星土，是在火星復刻地球土，這也是人類移民火星最被低估的超級難題。氧氣可以造，水可以循環，房子可以 3D 打印，但土壤生態根本沒法簡單複製。我們要做的不只是改良土質，而是要去毒、補有機質、培育微生物，搭建一整套完整的生態閉環。說白了，人類星際移民不是帶幾包種子就行，是要帶走地球幾十億年演化出的整套地下生命系統。看到這裡，你還會覺得泥土普通、隨處可見嗎？聯合國早就說過，人類95%以上的食物都靠土壤供給。表層1米的土壤，儲碳量遠超大氣和所有植被的總和。我們很多抗生素也來自土壤微生物。可你知道嗎？大自然形成2-3厘米的沃土需要上千年時間，但一場暴雨、一陣風蝕、一次不當耕作，就能瞬間把千年積累的泥土徹底毀掉。地球用了幾十億年，把冰冷的岩石養成會呼吸、有生命的土壤，而人類只用短短幾千年，就在不斷消耗這份宇宙獨有的饋贈。如果未來人類奔赴火星探索宇宙，或許我們最珍貴的行李不是燃料，不是水源，而是一小盒来自地球的土壤。有水只能代表星球可能誕生生命，有土才代表生命真正扎根，改變了一顆星球。所以我們腳下每一寸不起眼的泥土，都是930億光年宇宙裡獨一無二的生命奇蹟。你覺得呢？歡迎評論區聊聊。這裡是宇宙之思，宇宙很大，人類很小，但是探索星辰大海，我們從未停步。